哦，南天门，我没发现南天门。上个视频说到，他们一行8人经过了南天门。现在注意看，墙上的西装男，还有天花板上的一只眼睛，崖壁上伸过来很多豹子的嘴巴，还有科罗拉多大峡谷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联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：现在他们8个人在3维空间里行走，如果时空倒流，他们可能回到200年前，在这里翱翔，那么他们就走进了4维空间。然后他们看见了洞壁上的西装男，天花板上的那只眼，他们就进入了5维空间。通过意识可以到达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，达到了这个高度，那么所有的思想都可以通过5维空间实现。比如突然在洞里捡到一堆金条，或者追上了他们喜欢的任何人。好啦，问题很抽象，那些总是神神叨叨的人，那些遇到鬼的人，冲您傻笑的流浪汉，他们其实不是疯子，他们是不小心进入5维空间。所以我们不必貌似那些和我们的思维不同的人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思想，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就是神经病。现在他们走到了一个黑洞上方，3维空间的人无法想象黑洞的深度，只能通过扔石头的方式来测量黑洞的深度，通过石头落地的加速度算出黑洞的深度。然后先锋北辰牧歌采用4维空间技术，绕道从另外的一个通道下行，其他人还在3维的空间里等候结果。20分钟以后，北辰牧歌返回，确认黑洞里没有3维洞道。同样加通了，前面是看起来是悬崖。他们踩着削土继续前进，到达一个比较完整的削坑平台。这是一个绝佳的歇息场所。他们决定先补充能量，再继续前行。1颗饭都吃干净。来不？哎呦。以前给人个小老人是能领钱了哈。这是以前卧室。上面是简床。吃完午餐，沿着石梯下行，进入一个巨大的空间。这是当年翱翔者的削土收集大本营，200年前热火朝天的翱翔基地，现在只剩下一堆堆乱石，路还是200年前的路，没有阳光。再过1000年，这块空旷的土地上也不会长草。在翱翔大厅大吼大叫，在鬼哭狼嚎的混响中继续下行。30分钟以后，他们的面前赫然出现一个绿莹莹的深潭。哇，好壮观啊！哦哟，太壮观了这。当他们开始研究如何用绳索横渡通过深潭的时候，三观进入了5维空间。他的意识里，这个深潭一定是隔壁的美女家的水龙头没关好，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这个深潭，挡住了前面的路。他决定到美女家给他家维修水龙头。这样的事情说出来容易被队友误会，三观于是谎称他将绕道到深潭对面接应队友。半个小时以后，依然没走到对岸，三观开始采用4维空间的方式，通过时间加速，在洞道里飞速行走。一路听到的是装备碰撞的声音，这时候三观不得不自言自语，以防误入虫洞。这点不太好走了，这点。这个是100年以前草海，100年前草水。然后他遇到了100年前的鞋子和草绳，为了避免时空扭曲，与队友失联，他决定在石头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以便100年后队友能通过这个入口找到他。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到达一个悬崖边上。这个时候容易误入虫洞，他决定原路返回，另寻出路。现在还是回去。右面是出口，左面还是前面路？从外面过来，这里有个小坑，然后还完整一个凹小的灶台，前面还有，前面听到水响，前面应该是取水地方。
只能听到水了，只能这个石头开始生长。然后他看见了1976年的标记，当年这个第二生产队叫文家泉的人因为读书不多，大小写都分不清楚。开始生长了。现在他听到了下方的溪水流淌，猜测前方就是深潭的对岸。有了水滴的滋润，洞壁上的石头已经开花，沿着水流上行，遇到了一个已经被水浸润发红的酸奶瓶。是的，有个瓶子。又发现了一大堆小土，前面还有洞道。又发现了一个灶台。有硝的地方就有人间烟火。然后他遵循菩萨保佑的规则，一律向右走。发现了一个记号，这是人们以前弹洞习惯打记号。右边的风景不错，石笋正在生长，水滴溅起的水花非常漂亮。如果不用四维空间的原理延长时间，就看不到这美轮美奂的水的舞蹈。红卫兵曾经留记号，大规模也是搞笑的。又发现了一个灶，好多年前，100年以前没火。路很长，现在采用时间加速。这是1万年前的鸭蛋，如果带出山洞进入21世纪，这个鸭蛋有可能会风化。三观果断扔下鸭蛋，继续寻找深潭的对岸。为了预防他们找不到我，所以沿路我都打记，得把名字写起。前头开始往下走。好平整，好平整表面，哇，说明这个地质结构比较稳定。不知道又走了多久，当地面变得潮湿，三观的对讲机终于传来了对岸队友甲鱼的声音。收了。我终于追上大部队了，已经接收到了没信号。刚好准备混沌。好，在这里。好 ，OK。踩着裂开的淤泥，终于走到深潭的对岸。三观没有去漂亮邻居家修水龙头，却找到了大部队。为了到达200米外的对岸，三观一共行走了2个小时。如果时间可以折叠，那么他就不需要那么累。所以，我们这一生其实折叠起来，也不过就是一瞬。我们要热爱生活，珍惜每一个瞬间，生命才会多姿多彩。如果我们的视频给您带来快乐，请点赞加关注，下期我们继续带给您更多精彩。